Hello，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不聊别的，就来好好唠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爱泼斯坦档案这事儿。尤其是马斯克和特朗普这俩大 V 的隔空互怼，简直比美剧还精彩，看得我那叫一个心潮澎湃，也替那些被遮蔽的真相感到一丝焦灼。你知道吗？这段时间，右翼网红们就像一群嗅觉灵敏的猎犬，天天盯着美国司法部，就想把爱泼斯坦那些见不得光的联邦调查文件给挖出来。结果呢，马斯克大佬一个推文，像一颗深水炸弹，直接把民主党人都给炸出来了。他说啥了？他说特朗普的名字就在那些文件里头。哎呦，这可真是把火上浇油玩明白了。众议院那两位民主党大佬史蒂芬·林奇和罗伯特·加西亚直接就给司法部长邦迪和 FBI 局长帕特尔写信了，那措辞叫一个义正言辞，说啥任何企图阻止爱泼斯坦档案公布，以使总统免于真相和问责的行为，都值得国会和司法部进行严格审查。听听这话，简直是把司法部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啊！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都在 X 上发文了，那语气简直就是大写的灵魂拷问：特朗普到底在藏啥？赶紧公布爱泼斯坦档案！这阵仗真是把司法部架在火上烤，不公布都不行了。你说是不是？我琢磨着这事儿吧，就像一出大戏。马斯克这回可是扮演了一个搅局者的角色。你想啊，他这一出手，直接把原本只有右翼在呼吁的事情，瞬间提升到了一个两党共同关注的高度。这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油锅，瞬间炸开了花，让原本只是小范围的舆论压力，一下就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民意浪潮。接着高潮来了，6月5号，马斯克和特朗普这俩平时看着还挺惺惺相惜的商业巨子，突然就撕破脸皮，隔空对骂起来。马斯克直接开炮，说特朗普的名字在爱泼斯坦的档案中，还特意强调这才是文件一直没公开的真正原因。哎呀，这话一出，我就觉得这瓜可真甜，甜的都有点发苦了。毕竟这背后牵扯的可是那么多未成年受害者的血泪啊。不过姜还是老的辣，特朗普也不是吃素的。6号晚上，他就在自己的真实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条推文，内容是他的前辩护律师戴维·舍恩的。这位律师可真是个神助攻。他说啥？他说他在爱泼斯坦去世前9天就被聘为辩护律师了，而且之前几个月就一直在提供法律咨询。重点来了，他说他能权威的、明确的、肯定的说，爱泼斯坦没有任何可能对特朗普不利的信息，还特意问过爱泼斯坦这一点。看到这里，我心里就打了个问号，这个律师他是在澄清还是在掩盖呢？你说的这么斩钉截铁，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而且这位舍恩律师他可不简单，2021年他还当过特朗普第2次弹劾案的辩护律师，这关系网简直是盘根错节呀。所以说，特朗普的回应是真诚的澄清，还是精心策划的洗白呢？这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了。咱们再来回顾一下爱泼斯坦这个人，那可真是个金融界的魔鬼。他把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私人小岛直接打造成了一个成人乐园，无数未成年少女就像待宰的羔羊，被送到了这些权贵面前。2019年，他被捕了，罪名是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结果呢，在监狱里死了，官方说是自杀。当时特朗普可还在位呢，他也否认自己和爱泼斯坦的性交易有关，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就像棕榈滩的每个人一样认识爱泼斯坦，但很久以前就和他闹翻了。这话听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对受害者的关怀，多了点撇清关系的意味。有意思的是，2024年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还多次放话说，如果他当选，爱泼斯坦的罗利岛客户名单就会公布于众。这话说的简直像个正义的化身。结果呢，今年2月27号，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第一批文件，大家翘首以盼。结果呢，大失所望，文件里根本没什么干货，网民和国会议员都怒了，
纷纷指责司法部和 FBI 在隐瞒真相。这不就相当于你承诺给我一个宝藏，结果给我的是一堆废纸吗？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真的让人对政治家们的诚信度大打折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些文件到底隐藏了什么天大的秘密，能让这些大佬们如此讳莫如深，甚至不惜冒着巨大的舆论风险也要捂着？是不是里面牵扯的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名字，而是整个权力精英阶层的一个庞大的黑洞？如果真的如此，那这次的马斯克事件也许只是撕开这个黑洞的一道裂缝，真正的真相还在暗处等待着我们去发掘。马斯克在6月5号的推文里也没有详细说明他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与爱泼斯坦案有关的，更没有提供他的信源。这就像一个侦探抛出了一个重磅线索，却不告诉你线索的来源，让人充满了好奇和猜测。美媒之前也分析过，法庭文件中出现某些名字，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人参与了性交易，可能只是有过来往。所以特朗普的名字出现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毕竟他们本来就有密切往来。但是这不代表着我们就可以轻易地忽略这些来往背后的可能性。毕竟爱泼斯坦的圈子可不是什么清白之地。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5号的回应更是让人觉得有点敷衍。他说，这对埃隆来说是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他对大而美法案感到不满，是因为里面没有囊括他个人想要的政策。总统的工作重心是推动通过这项历史性的法案，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话听着就像在转移视线，把一个严肃的公共事件轻描淡写地归结为马斯克的个人情绪。这种避重就轻的说法，非但不能平息质疑，反而会让更多的人产生怀疑。总而言之，爱泼斯坦档案这事儿就像一团迷雾，至今未能完全散去。马斯克的这次爆料无疑是给这团迷雾又添了一把火，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他，质疑他。作为视频博主，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不仅要传递信息，更要引导大家进行批判性思考。我们不能只看表象，更要深入挖掘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所以我希望这次事件能真正推动司法部把所有的爱泼斯坦档案都公之于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毕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当所有的黑暗都被照亮，正义才能真正到来。而我们作为公民，也应该持续关注，持续发声，直到那些被埋藏的真相能够重见天日。这不只是一个八卦，这关乎着社会正义，关乎着未成年人的权益，关乎着我们对真相的执着追求。我们不能让那些所谓的权贵用他们的权势和影响力继续掩盖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刻的到来。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